让我看一下 ，OK， 这样子的话就是咱俩就比较正常一点。还要 hello 吗？这个要吧？没关系。就是、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夫，我是小秃。好，就是今天就是你赢了。那我怎么了？我没有，你看，你可以看着我聊了，因为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你看想了太多的形式，就是说好像我要搞一个什么样的形式，但你真那个镜头就啪一按，我就觉得不行了，就开始了呀。对，就是我们2个人闲聊嘛。对，好，第一期我觉得这个状态是好的，环境是美的。我一定要再说一下，就第一期，就是我们本来是准备要约好了明天下午好好的搞一搞，所以我们今天我还穿着睡裤，就是临时的，我就觉得哎，那好像这个打光这个场景好像还不错，我说那就是可以先聊一下。小托老家还是很重视这一次视频的呈现。对，我自己是已经做了一些调研，但是还是在录的时候还是会紧张。因为你想，我本来想把它做成谈话节目，但我其实以前看你很多视频的时候没有很紧张，你拍的都是日常的那种放松。对，因为我专门把它就是变得好像要不紧张，要这样子一样，因为我知道其实就是大家喜欢呈现的那种形式，就OK， 我随意，我现在喝杯咖啡吧，就刚刚喝的就是喝一下，今天好舒服啊，就是你都不知道我都搅着这个咖啡，这个在里面搅半天，然后说哎呦就不行，这个感觉这个没有美感，我就重新再拍一遍，就一遍一遍的弄，就真的很烦，但是效果非常好。就是我之前拍的很多那些，我自己觉得，包括像是有些之前还给一个明星拍，我觉得应该可以讲吧，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也不收他的钱，可以啊，可以啊。对，那谁我是给他拍的时候，就是我发现好像效果也还不错，但是就是我看了那个视频，你们好像在一家那个咖啡店。对吧？然后他还帮你做。对，那个也是那个往这个一推门，就是感觉好像我们很随意一样，就是拍完之后就按了暂停之后什么鬼？对，我跟你说，当时就是多紧张，就当时我们本来还是那个拍摄呈现出来的感觉，就是一开门，哇，刚好在店里面，就是哎，那你给我做杯咖啡吧。但其实我们当场在拍的时候，就是一堆人，就是有个 run down 在那边，是谁几分几秒出来，就是比如说你是2点也没有到几秒了，就是有比如说你是3点35分进去，然后这边前面就会有人说还有1分钟，你快点准备好，这边 stand by 一下，然后到了，然后到你了，啪，就快赶紧进去，然后我就他妈推门进，哇！就是总共大概10几秒钟的时间，这一幕你已经演绎了好多遍了。对，就是我们包括那个词，提前要进去说什么，要拍什么，都是要提前沟通很多次的。但其实我这个节目，我就想做成一个完全没有什么大纲的东西，自然的流淌的。对，你像我这还准备了一些个大纲，但是咱们俩最开始聊的时候都觉得就是好，就是不行，就是。其实你这种变化，你自己能感觉到是有什么先变化了，然后才会有这样子的感受的变化。我突然对那种就是你要去我要提前准备好多遍，要呈现某一个精华的场景。我其实我做这个节目呢，我更多是我想让自己能够思考起来，因为我很喜欢跟你聊天的时候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可以去动脑子。我真的不是很喜欢跟有些人就聊天，就是哎就你好，在干嘛？就是你是1是0，我就说我是林志玲。但其实大家还蛮爱你演出来的那个状态的，因为我有很多人演的是让大家讨厌的，对，但是其实你那种状态还有很多人喜欢。我非常就是怎么说呢？我更喜欢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自然的，就是我本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可以说是以前你特别喜欢大家喜欢的状态，然后为了大家喜欢的那个状态，我要去表演，我要去一直呈现维持。现在可能你就希望大家能看到真实的你，然后去喜欢真实的你。是我，而且之前我最开始做抖音的时候就很好笑。我之前做抖音是因为我在，你刚刚已经提前笑了，接着我在讲的时候，你已经在笑。因为我已经想到我那个做那个场景，对，我已经想到我当时在那个抖音的时候，不是抖音，我之前做抖音的时候，初中我做抖音，我就是因为我领导跟我说啊，那个就是抖音是竞品嘛，你们要做一下这个抖音，然后我就才用，然后我就觉得反正我又不可能火，我就每天就录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就拿上班去拍，就是真的就是自拍，拍着就是。那贴合了那个时候大家的对短视频的期待嘛。对，然后那个时候呢，我真的就是在胡乱聊天，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别人在下面评论什么，我相当于第2天就是一个纯粹的就是回复
前一天的评论。就是说我怎么天天刷到你是不是充钱？我说不是，那个抖音是我们家开的，我爹是里面的股东。然后大家就在里面讲。但那个时候会累吗？没有，那个时候不会累。我那天很轻松的做短视频。对，因为那天每天我就是上班，差不多我怎么感觉像你在采访我呢？这个我自己还蛮想了解的啊，真的啊？OK， 好。对，因为我自己也在做很多视频嘛，然后我就感觉到，就做视频的过程当中，也真的能看到自己个人的变化。对，因为当时我觉得就是做完之后，这个做短视频这件事儿对我，整体的帮助还是挺大的，就是对我个人的成长啊，当然是说我心理上的成长，这个还挺大的，所以我就觉得现在我还是一定要把它做出来。那当时我做的时候就是听起来蛮放松的，很自然。对，我有时候就是我晚上我在街上走的没事，或者说我上班的时候，然后我在那个公交车到之前我随便拍一下，然后在公交车上剪，然后就十几分钟剪完，然后就到公司发，然后我就开始工作了，然后晚上这条就火了。我很羡慕你。那个时候是，就是我很羡慕你，就是你赶在的是你自己最自然的、最轻松的，甚至某一个生活的片段呈现出来，对，那个就可以被大家喜欢。其实我会有回避性人格，是你今天想聊的那个关于讨好型人格，有在心理学上，就是在人格的部分上，其实没有讨好型人格，就是精神分析最起码不会认为是有讨好型人格，它只是一种行为。那人格上其实叫回避型人格，那他们体现在爱情的关系上，或叫回避型依恋。我其实蛮严重的，以前，我现在好很多了。回避型就越靠近越紧张，他们的亲密关系是不安全的啊！对，我其实我都有的时候我就，妈呀，这种东西就是我现在要讲出来，我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播，不是就没有办法播。这个可以播的吗？就是我没事，我可以把这段逼掉。就是你真的遇到特别菜的时候，你其实会紧张到。有可能吧，有可能是就是你就觉得就是完了，这是怎么办？你知道你刚刚说的这种还是也会做错事，懂吗？就还有一些人是这样的，碰到自己很喜欢的类型的人，跟他确定关系也好，相处的过程的也好，因为他面对这一段他真的爱的感情，甚至他也强烈的感受到对方也爱他的感情，越是这种好的感情，他很紧张，他的底层的心理动机就是我不配啊，对，所以他会潜意识里会诱导他赶快做错事情，让对方不喜欢，然后分手。我遇到这种，而且还是就他们还是会去，甚至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会专门去看看对方是不是真的。就很多人其实，在关系里头，他可能是被一个很具有破坏性的潜意识再去影响他的亲密关系的。就比如那种经常作的、经常闹的，明明知道我这么做对方就不喜欢我了，我这么说对方就会受到伤害，但是他就是要说，他就是要骂。他就是要做那个坏人的角色，呈现出来不好的一面。你说他本人是完全没这个能力去控制好吗？不是的，他就是忍不住。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亲密关系，他在亲密关系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破坏性的潜意识在影响他，你就要搞砸，让人家离开你。他自己不知道的，就是因为潜意识没有办法出现在他的意识当中。所以像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要是。就什么样的人会有这样的潜意识？不是，我是想问，就当这种人，就如果要是他，比如说他已经发现他是有这样子的潜意识，他知道了，对，有没有可能就是改善？就比如说我，当然有啊，潜意识意识化了，很多问题就解决了。就他自己一旦意识到了这个部分，你知道他真的，那他就是不就如果他不接受，我意识到这个部分之后，哇，我发现原来我有一个要破坏关系的潜意识，我突然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种破坏性的潜意识，因为我从小到大的时候，我的爸妈都在彼此破坏，然后他们都在彼此争斗，他们同时还破坏就是彼此的，就是长辈、家庭、家族之类的，然后他就见惯了这种破坏性的关系，哇，他会整个人会醒悟，会知道我不喜欢，我不想要那样的，就是我会发现原来我爸妈还跟我在一起。原来那个我不喜欢的那个家庭氛围，居然还在每次我一谈恋爱的时候就又出现了。我不要，所以我要跟他分离。他一旦找到了这种分离的感觉，他醒悟了，他就能找到。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感觉到，有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他是潜意识的一个时候，到一个我真正的开始去怎么说呢？
发现他如果真的意识到，他就对意识能做化像你说得出来的，他就能做得出来那些调整方案。如果他意识不到的话，那个调整方案再棒，再特别有逻辑，再有用，对你他都做不到的。对你说这个让我想到，我有一个朋友前2天才刚问我一个事情，就是说他很喜欢这个男生，然后呢，但是他就是越喜欢他就越是不想去理他，然后尤其是别典型的回避型状态啊。对，但是这个就是跟你说那个其实也差不多嘛。但他就是这个回避型状态，就是同样的都是回避型的依恋，就是不安全性的依恋方式了。它其实还是不安全的嘛。那它的原因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我刚刚只是讲的是其中一个例子。OK，但那有些人可能他的不安全的回避是因为他就没有跟自己的爸妈在一起过，他小的时候就经历过寄人篱下或者是被爸妈抛弃的经历，或者说他是留守儿童。他爸妈可能2、3年才回家一趟，他自己跟老年人在农村里面，可能也经常受到迫害或者欺负。妈呀！所以他是不安全的。回避型依恋的源头就是这个人在小的时候跟自己父母之间养育者，就是也许不一定是父母，可能是爷爷奶奶，就心里的父母嘛。他就是跟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就是被打压的，或者说是不被看到的。我发出了这种声音也没有用的。所以我渐渐的就我不要了，行吧？我不说了，行吧？我不配，行吧？就这种。有，所以他就变成了回避型依恋，一靠近那个我不配的，我不要了，行吧？就那个感觉又来了。我其实这些年呢，我你是回避型啊？不是我就是我因为我是想说这个，我怎么突然觉得讲到这个部分很骄傲？我是因为我是留守儿童，我妈妈不在我身边，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家族当中，而且我的家族就是我不仅是因为爸妈不在身边，而且还有就是我爷爷奶奶带我带的太严厉了，就这也不能那也不能，就他我家好像们把我当真的就完全没有这个对啊，东西。你看，那你可能是有别的吧？就因为我想说这个号，其实我最开始就很久没有做，让我突然做，其实很有压力。就比如说，其实这隔了4、5年了，差不多。我19年做，20年左右停嘛，到现在4年了。就偶尔每次出来的时候，其实形象上或者干嘛，其实都是有大变化的。包括像是我做了眼睛啊，之类我做了眼睛，大家有的时候就说那个是什么戴眼镜更好看啊，怎么样？就是完全我觉得就有点跟变了个人一样。就是有一个部分你要搞清楚，就是回避型依恋还是回避性人格，还有另外一个词比较浅的，就它没有上升到潜意识或者创伤那么严重的程度，它叫自我设限。自我设限的人就是他会很容易在那个关键的那个时刻表现出来紧张、搞砸，或者说就让自己不要去做了。就是对我现在就是觉得，就是只要我不做就不会错。我觉得你在那个账号做到那个程度，后来就一直不做了没有更新的这1、2年吧，还是4年了。 4年。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有一些你这个自我设限应该是有的。是有一些是我得一直消化，但一直其实都没有消化好，我都觉得。但是总是要做，就是自己给自己说要继续做下去，继续更新下去。这句话其实讲了很久了，我就觉得今天是个契机，因为我那个账号我太疯批了，然后你的平常的这个东西你又太严肃了，我觉得可以有一定的中和。我不想就是每天的他妈的打开的这个摄像头，天天就是就是我其实感受到你这个部分，所以我就很想告诉你，其实自我设限并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的要去打破什么东西，否定什么东西我们才能去有新的东西的。对，因为我其实更想的是，我有了这一面之后，我就能更安心的去做，可以啊，我那个疯批，其实我是这个意思。可以啊，因为好像我就可以连得上了，不然就突然一下子隔了4年，我就感觉好像就所有什么事儿都没有。所以你的自我设限是为了等待一个这样的小夫。我觉得也可以是，也是，因为我一直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人能一块儿做，或者帮我把这个东西就是掰回来。这个感觉就像是你跟一个人分手了，分了4年之后，你突然一下子某一天出现，感觉啥事儿没有一样。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我总觉得就是很不舒服。也有可能是当年你那样做的时候，可能其实也没有在某些部分上，核心的部分上，让你觉得自己很强很好。
是，我觉得很多地方其实不行的，像刚才你说的那句话，就是虽然没录下来啊，那个叫做你要变现，就那个一直没有办法变现，就是我想不起来封批能有什么好变现的东西，然后就是就搞笑女突然对你搞笑女，大家只会穿插一个什么牙膏啊，对，就是你平常你在那边马桶刷，是你前面你还在那边，你跟别人在叽叽喳喳，后面说啊那个我觉得这个洗面奶特别好用，你自己都看不上，我是，所以我就是在这搞，但人家做的很好，我就说我在卖什么，我在卖什么人设呢？我就是，所以我不想有一个人设，所以这里面我想尽量让自己就是彻底放松一下。就是我也很希望，就是我们通过录这个视频，你也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定的收获。你不再觉得自己有那个就是被那个弱者心态所影响，就是我以前做什么东西其实也没得到什么这个感觉，我可能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没得到自己想要的回报。很多人会因为这样的经历会产生弱者心态。他其实就这个东西很隐晦的，不是很就他也不会逢人就讲，甚至很多人也看不出来。我也不会讲，别人只会说啊，你做这个做的这么好，这挺好的呀。你看到没有？就是那个弱者心态是关于自己的。对，就我自己不觉得那算什么回事儿啊，我自己不衷心的觉得我做的很好。对，而且我跟你说，真的去酒吧的时候，别人就啊，是小兔老师吗？我就对，因为我是真的是不想让。所以当他们在说啊，小兔那个在那个抖音上的小兔，让你心里就在想，就是我没有闭嘴，变现。对，我就说我没有变现，没有赚到钱，给我闭嘴。但是我就很喜欢就讲我妈，因为我妈是真的，我账号给她做到变现了，所以我那还 OK。我的号就是别人说认识我的。你用那个标准去衡量自己的时候，那个标准说实话有点对那个时候的你就太不公允了。对，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胡乱做着玩儿。但已经做得很好了，在胡乱当中还能去做出来这么多粉丝的账号，其实就是一件很成功的事情。我跟你说一些，就是当时我是什么情况就突然断更，就是一个是因为当时我自己国内还有一些小兼职，然后我去日本了之后呢，日本也有兼职，然后但是就是出了疫情之后，就是国内的也没了，那边的也没了，我做自媒体的这个账号也没了，因为那个对，因为当时是叫什么来着，是不是有一种一无所有的？是我那个时候，我本来如果全部加上去的话，我一个月还能有。你像那个时候19年，我就是风风光光的我出去，然后我还发了个 vlog，就是告照全世界，我说 OK， 我现在要出去了，那个我现在就是，然后过去我还找了那个兼职，我还又拍了个 vlog， 说啊给大家看一看，然后这边在那个日本找兼职，一个月能赚多少钱，我给大家晒了我的这个。那个流水，银行流水，就刚说完，马上这个疫情到了，然后我兼职的那个公司是一个海外留学的一个公司，所以说也没有人去日本再读书了，他整个把所有的兼职全开了，我一下子从一下子变到0，然后就钱迅速花光，对，迅速花光，然后开始花我爸妈的钱，真的是不是有一种就是那种割裂感，就是我没有我呈现出来的那么的放松松弛。对，我就不想我就不想再去呈现了，因为我一呈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你觉得很假。对，我特别讨厌假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我看我之前的那些有些段子，我都觉得很假。因为那些段子我其实是真心的觉得当时我是这个意思。其实那个时候，如果你把你自己那个当下的焦虑、恐慌、不松弛的状态呈现出来，我觉得我会看，我也会点赞的，我会觉得很真实。当时我当时根本就想不到这些东西。可是我看到那么欢快的小兔，他也处于某种焦虑，或者说某种事件的重创当中。我觉得就应该也蛮好看。对，但是现在不是好看，是觉得应该也算是很真实的，让大家会共情到的东西。我不是要去看一个雕塑或者面具的，我是要看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我喜欢这个主播，我是想知道他全方位的真实的他的状态。也许有些地方拿不到台面或者不好，但是我会觉得那就是一个很立体的。对，当时还有一些我不想跟，因为当时网上大家会给你评论，我特别讨厌，就是我已经很脆弱了，然后别人在那边只会说啊，你看还是国内好吧，非要出去，就这种啊，对我就很讨厌评论区的风凉话。这种我真的见不得，我就很想在这边就键盘。那可能也是你的账号持续有流量的点，是大家总会在里面讨论，找到一个窝嘛，我就讲这些东西。就是你讲的好了，别人也说。现在不很多人做视频特别希望评论区有讨论，就骂，你知道吗？对，我当时我就跟我朋友说，就中间有一条视频确实爆了，就是我说我都知道这个流量密码是啥了，你只要夸国外。
这个东西夸张，就夸这个东西好，马上就有人，然后我就拍日本水果多贵，我说那你看日本水果多贵，拍，超级多的点赞，我吓死了，下面全是就是对骂的，然后有人说贵，有人说不贵，然后有人说哎你在这种商店拍肯定贵了，你可以去哪引发了某种公众的情绪到就到你的评论区里面去展现，那这个视频就会火。我觉得就是好假，我就觉得如果要是我拍东西，我还想让之前这些人喜欢我，所以我觉得很难做到。这个要成为你的目标吗？就之前我拍的时候，我总是会这样子，因为你想之前我每次拍一个东西，至少2、3千赞吧，就起底的。然后我现在开始拍一些我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是按照之前的一些套路去拍的，因为之前就是直来直往的拍一些段子，然后但是现在呢，有的时候我就是生活的一些小片段，你就变成300-400评论了。就是我要提醒你的点在这里，对，就是我有很多来访者是主播网红，我不是网红了，但没关系。就是anyway 甚至18线演员，甚至小导演，然后他们就在经历着这份巨大的心理冲突，就是我永远都要靠着别人给我的热度和关注度来找自我认同，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是我周围其实不只是我这样子，我今天咱们就是说想聊这个事儿，也是因为我刚好周围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就是我周围有人就是很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可，因为然后但是他又总觉得如果要是我刻意的去讨好别人，又好像又有一种这就不好，所以他们就夹在中间，就是他陷入了某种。对，又想讨好别人，又什么都想要，又不想被别人看出来我居然要的那么多。对，就是我又想被别人爱着，但是我又不想去主动去要，因为他的那个情况就是，好像如果要是我想要，你这个朋友还蛮有道德感的，因为他只是简单的就是想被所有人认为他是好的，但是他又不想太，就是他又觉得这样子很累，那一定呀，因为我想让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好的，他的本身的身份就不是人了。OK， 就是如果就看到这儿，就是如果你不喜欢我，就是挺好的，划走，给我划走。我现在不行，我现在已经开始就是毁灭了。你看这我觉得你要坚定的知道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喜欢你。对，我知道今天咱俩在这儿就是在这儿念经，我觉得有人喜欢。会啊。然后但是也有一些人就不喜欢的。对，我真的会相信，就有些人会喜欢我们身上的某个部分，这个部分就是你天然的优势嘛。那你去保持它，发挥它，去吸引那些真的会喜欢你这些特质的人。那当然，如果说那是不是我们的所有的缺点都不用改了？那我们就不用管那些人对我们的诟病和建议了。因为我只是觉得我如果改的话，是为了我自己而改。就比如说像是今天这个 setting， 我真的觉得有点太随意了。然后可能慢慢的我会改一些，比如说镜头啊，然后改一些收音啊，就是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非常好，就是你自己也很享受。对，调整的这个对，包括像是今天，我觉得咱们其实就聊得太散了。你看，像现在，咱们现在是聊了39分钟，但我觉得最后剪出来可能也就是20分钟左右，所以咱们俩有一大半的东西肯定是不会被剪进去的，因为不然太散了。中间没有关系啊，然后我也很开心，中间会有那么一两点的时刻。对，因为有些地方就是好的。对，因为出来的那一瞬间，有时候我觉得 OK， 这段是可以剪进去的。对啊。然后有些东西是可以把它整个串成一个的，然后可能聊着聊着，咱们就发现。拍一个20分钟的东西，我们可能我觉得有时候大家是需要革新一下自己的人生观。对，因为我希望自己主动思考，我觉得这个是我拍这个节目的意义。我不想就是过了很久了，别人一直在跟我提，他越给我提啊，你不是网红吗？怎么我越是觉得就是我第一我不配，第二我就觉得I'm more than that， 我可以做更好。所以这一次你做这个这个号，绝对不是为了让去别人的喜欢。对，所以我甚至都在想，我这个要不要在国内平台发？但是你看我有点逃避这件事了，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发一发。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们一定会开心。我觉得不管是小秃还是我们一定会开心。对，我们那个开心不亚于我们自己做一些，不亚于自己赚了钱。对，不亚于自己，就是好像就做了一件很成功的事情，对，会开心。就即使不成功，大家喜欢看这个内容，大家喜欢我们两个人的沟通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你能得到成长，我们都会很开心。对，而且我是想要到时候每周咱们可以有1到2个话题来讨论讨论，因为我每周我也见的人蛮多的，我觉得有时候看到一些现象，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很想找人聊一聊。但我们做这些东西的过程，不会说我们做每一步都要去让别人开心。
对，有的时候可能真的话题就是可能真的也比较无聊。像比如说今天这个，我甚至都觉得这个开头有点太随意了，但我觉得就是先开始比什么都好。好吧，那今天就到这里吧。今天到这里了，非常。slogan 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没有 slogan， 我们现在就是随意一点。就小夫小。反正这期也不可能火啊。这期也不可能火，就让它就是 let it go，let it be。大家可以把你们觉得什么样的 slogan 比较好，可以打在评论区。然后我的这种随意，就是说你可以打，反正我不听，反正我也不会听，就是我不管，我就不要听。好，先这样了，拜拜，拜拜。